愿压榨无使劲，果断辞职跑路。累死我了。菊富贵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睡，再吃就成噬元兽了。瓶子呢？你给我吞哪儿去了？完了完了，吞了塑料瓶会出事的！我现在就带你去宠物医院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成精了！3天没吃东西了，水也没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俺们都要死在这里了。谁来拯救这个世界？物资是从哪里来的？凭空出现，绝非人为。这项链难道能传送物品？所以你吞掉的矿泉水没有消失，是传去了另一个世界。这张纸条就是那边的人传回来的。菊富贵，给我配合点，今天必须把你的底裤都扒出来。张嘴，这是任务，不是加餐。烫，又来。跑什么跑？上班打工。食物凭空出现的，这怎么可能？是项链里的神明吗？感谢猫神庇佑，感谢猫神不弃。又来了，这次好多！一次降下如此多物资，不是意外。猫神慈悲，感谢猫神。我搞懂了，这些东西都可以传送过去。把这些食物和水分给城里的百姓，每人一份，不得争抢。是。将军，李副官他刚才斩杀丧尸时被偷袭重伤，我们没有药，李副官快撑不住了。伤兵遍地，无药可医，再无支援，3天之内必出大乱。猫神是善意的，拥有稳定物资的援助者，而现在粮食已足够，药品才是全城的救命神药。猫神，求您救救他们。我现在就去买。我要抗生素、碘伏、无菌纱布、绷带、退烧止痛药、消毒凝胶、急救包、消炎膏，全部都来10份。姑娘，你买这么多药是干嘛的？哦，我老家在山里，最近我想弄个公益救助。村里都是留守老人和孩子，有时候他们备的药物没那么齐全。那边好像有人需要我救命，我们帮帮他们。唉，来了，是猫神吗？他真的听到了。药是药啊！我们有救了！
辛苦你了，菊富贵，你刚刚真的救了人家的命。有吃的了，有水了。无偿送食物送药品，全耗自己积蓄，迟早坐吃山空，长久下去不是办法，必须互通信息，先自报身份，讲明时代，再委婉试探，建立信任。我是苏婉，来自和平安定的现代时空，是一名普通女生。昨天是我给你们输动食物、药品、物资，若长久接济的话，会消耗不起。想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在那边毫无用处，但在我这个时代很值钱的闲置物件？例如黄金，若是有的话，可以传我换成钱财帮你们囤货补给，咱们长久互助，互不亏欠。富贵，帮我把这张纸送过去。原来她是现代的普通女生，竟自掏腰包救济孤城。过来，传令下去，分派人手，仔细清查城内废弃民居、空置商铺、地下库房以及各处废墟角落。但凡搜出金条、金首饰、各类贵金属饰品，统一收拢，不得私藏私拿。将军，如今乱世，粮草、药品、武器才是保命根本。这些金银首饰既不能吃，又不能御敌，为何要大费周章特意收拢？乱世局势难料，多做储备，总有备无患。日后若有机会，可用来与外界置换稀缺生存物资，为孤城留一条后路。不必多问，严守军令，即刻执行。是。这边看看。将军，目前局部搜查贵金属已收拢，退下吧。我身处末世时代，我是望北城守城主将，我叫陆征。承蒙你屡次赠予物资，全城上下皆心怀感恩。我已明白你的难处，末世黄金于乱世无价值，我会暗中持续收拢，传送给你折现。我定会严守时空秘密，不泄露你的存在。愿你我长久互助，我守孤城，你守安稳，彼此不负。原来他叫陆征，是大老一会呢。哦呼，这人也太靠谱了，懂事稳重还懂感恩，主打一个双向诚信不套路。哇，好多！按照现在黄金价格去卖了这些，我就是下一个富翁了。好想当一个没有原则的人。唉，但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还是老实帮他们囤货吧。辛苦你啦！现在我们互相知晓身份年代，彼此坦诚信任，跨时空双向交易算是彻底定下了。今天给你加餐吃罐头。将军，子弹打光了，我们撑不了多久了。现在那边弄不到高阶武器，估计只能用日常工具应急。眼下形势万分危急，不能再拖延了。来抓呀，菊富贵！他们遇到危险了，富贵，我们得抓紧时间，陪我去一趟金店，换钱买装备救人。哟，这不是苏婉吗？好好的工作说就辞，现在倒是清闲自在了。放着稳定的工作不要，非要说回乡，我看根本就不是回乡去了。年纪轻轻手里就有这么多金条，来路是正经的吗？当初我就说你太傲气，不懂职场规矩。现在好了，辞职没工作，整天搞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，实在可惜。不跟小人置气。银行的钱已经转过去了，过后请查收。哎，这样吧，就这样啊。
要看什么自己挑。姑娘，你一次性买这么多是用来干啥？家里装修也用不了这么多啊。我乡下老家准备整理荒山，修缮老宅，还要做点户外应急储备，多备一些实用工具放着备用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姑娘，我帮你拿到车上。富贵，委屈你一下，把这些工具传过去，他们可能等着救命呢。是工具，天降装备，太好了，终于不用赤手空拳了。拿起装备，稳住阵型，死守城墙，护好全城百姓，随我浴血反杀！富贵，菊富贵，你醒醒好不好？别吓我！吓死我了，原来是睡过去了，都怪我一下子让你传送太多次，把你累坏了吧？今天总算把尸潮彻底打退了，我们守住了！时空那头的他，一天之内接连多次输送补给，默默倾尽心力，护住了望北城全城军民。昨天连续跑好几家五金店，一次次强行偷突位传送，把你累到强制休眠，是我太心急，不懂把控节奏，以后再也不能这样超负荷折腾你。不能一次性大频量，不能短时间频繁连轴传送，必须少量多次，定时定量，中间留足休养时间。这样刚刚好，既能持续支援末世，又不让你累到罢工。假如有一天我变得更有钱。哎，你们这帮员工怎么回事？上班时间堵在门口发呆，不打卡不干活，站在这里开早会啊！不是，我公司呢？我的豪华前台呢？我新买的真皮沙发呢？门窗没被撬，玻璃没碎，小偷都不带这么偷的，这是被空气打劫了。完了完了，没小偷痕迹，没监控录像，啥都查不到，这不是被盗，这是撞上灵异事件了。最近这食物一直没断，还有趁手工具，咱们现在再也不怕尸潮围城了。我看到是从陆将军的项链里传来的，肯定是陆将军想的法子，有他真是我们望北城的万幸。苏婉他思虑周全，既顾全我们孤城生机，又懂得分寸节制，实在难得。来人，加倍搜集高纯度黄金与稀有重金属，分批整理好。是。必须再找一些黄金回馈他，让交易更加稳固长久。陆征又送黄金过来了，辛苦你啦，等下给你加餐。若不是将军每次身先士卒，运筹帷幄，我们望北城早就被丧尸攻破了。陆将军护城护民，舍生忘死，
是我们全城百姓的救命恩人啊！将军指挥有方，退敌有功。战事刚歇，他竟还特意送来这些吃食，心思细腻体恤，时时记挂我满城将士辛苦。林默，将军有何吩咐？你去统计此次守城斩杀丧尸较多、奋勇冲锋立功的士兵，分批带到议事厅，每人分发一份零食，作为额外犒好嘉奖。好，谢谢将军。谢谢将军。凭什么先期吃食，全都只给陆征身边的亲信？我们一样在浴血拼杀，拿命守城，凭什么好处从来轮不到我们？他陆征战功赫赫，身居高位，全军百姓都敬他捧他。如今连时空天降的物资、稀罕零食都由他一人掌控，分明就是独享机缘，偏袒心腹。我们永远被压制，永无出头之日。将军，近期时空物资异动太过频繁，能量变动外流严重，已经惊动城外密林深处的高阶丧尸，他们气息躁动不安，恐怕不久便会聚众大举攻城。传令全军加派双层日夜岗哨，紧盯密林一切雁动，加固城防，全员进入1级备战状态。遵命。将军有令，从此刻起，全员盯紧城外密林方向，任何异动、任何声响，立刻鸣哨示警，不得有片刻延误。是。韩朝要提前了，得赶紧跟将军说。将军，预计首轮寒潮不出3日，便会全面席卷望北城。目前库存棉衣、被褥早已耗尽，冻伤药膏所剩无几，不少驻守外墙的士兵已经出现手脚冻僵、皮肤冻裂的情况，百姓更是无物御寒，处境堪忧。尸潮尚可奋力厮杀抵挡，可饥寒无解无措，年年都有居民因严寒离世，是望北城多年来的致命困境。眼下战事暂缓，寒潮将至，比起武器，御寒物资才是全城最急需的救命物资，得赶紧救援。寒潮突袭，军民冻伤严重，御寒物资断钱。富贵，猜猜这是什么好东西？祖宗，分次分牌发货啊！谁让你一键清空库存的？我见过无数刀光血影，尸潮凶险，早已心性冷硬，可一次次跨越时空的细致驰援，让我对你越来越有好感了。苏婉，如果能见到你就好了。林默，进来。这些防团防冻物资即刻分发全城，优先给到外墙驻守士兵、老人和孩童，务必保证每一位军民都能安稳抵御寒潮。是，我即刻安排人手，全城均匀分发，绝不遗漏。终于不冻得刺骨了，这末世寒冬熬了这么久，第一次能穿得这么暖和。多亏了陆将军，若不是将军想方设法为我们筹来御寒物资，这波寒潮一来，我们老弱妇孺根本撑不住啊！将军一心护着我们全城百姓，有他坐镇望北城，我们才有活下去的底气。将军始终心系军民，事事周全，我们定死守城池，不负将军托付。又是陆征出风头，所有时空机缘都围着他转，好处全是他一个人的，我们拼死拼活什么都得不到。苏婉次次雪中送炭，传令下去，
全员加紧搜集高浓度黄金与稀有群属，来答谢恩人。是。你们别被他骗了，这次防寒物资根本不是什么天降恩赐，是陆征私自截留之前的资源，现在装好人分发。哼，他独占时空机缘，把好处攥在手里，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，完全就是拿捏我们性命。哼，看似体恤军民，实则就是靠神秘资源笼络人心，早晚把望乃城变成他一人的天下。看来他们都被陆征的物资给收买了，不为所动，只能看看其他办法。将军，昨夜丧尸试探队伍尽数回扩，密林戾气暴涨，压抑感空前浓郁。丧尸停止侦查，肯定已然摸清我方全部防线。如今全军蓄势，大概率即将发动全线总攻。静者大战先兆，丧尸开窍之谋略，藏风蓄势而不妄动，可见此番来袭绝非零散骚乱，是决意破城的死局猛攻。传令全军，即刻晋升最高备战等级，全线加固城防，整肃阵型，清点战备，严阵以待。是。你这是猫鬼上身了？你这是看到末世有怪物闹事了？是物资不够用了？难道是丧尸要大规模攻城，要打仗了？不对啊，你怎么能直接看到末世发生的事儿？行了行了，不凶你。但是下次末世有任何异动，任何危险消息，你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许偷偷藏着掖着。既然要开打，那必须后勤拉满。小姐，您这是开小卖部啊？不是开小卖部，是拯救世界。唉，夹3把消防在消防斧，2捆绳索，1箱手套。姑娘，你上个月不是刚买过一批，这回又装修？老板，这回不是装修，是守城。富贵，你悠着点儿，别一口闷。来，先传这一堆干粮。风雨欲来，他总能提前洞悉危局，次次跨越时空为孤城兜底。这份信任与托付，重逾千金。恩人次次雪中送炭，有这份物资加持，我军守城底气大增。好了，你去通知其他人来分发下去，我去城头巡一下。是将军，等属下吩咐完，给您带晚餐。将军也太拼了，天天守在城头，我都没见过他换岗。他一般啥时候修城？会不会整夜都在岗？将军责任心极重，每日晨晖必亲自巡城，深夜也会不定时查岗，值守时间从不固定，全程紧盯城防动向。将军日夜操劳守城，日常饮食肯定比我们补吧？说起来，军营膳食分配还挺讲究，优质餐食是不是都是优先给到巡城值守的核心人员？咱们普通干活的基本轮不上是吧？哪有的事儿，将军和咱们吃一样的，不过巡夜的人会多分点干粮。就是那个，快点，别让人发现。好了，将军，属下将晚饭送来了，您先垫一垫。全员列阵，丧尸突袭，随我下城杀敌！
幸好不是我。这斧头没用啊！挡不住，根本挡不住啊！将军，普通的消防斧工兵铲已经完全跟不上高阶尸潮的等级，再耗下去，防线必破。末世现有物资层级彻底落后，若无高阶外援，孤城绝无胜算。富贵，怎么了？我明白了，陆征遇到丧尸了，消防斧、工兵铲全都没用，普通装备彻底报废，可高阶作战器械全是管制军备，我根本弄不到，这该怎么办？遇到解决不了的大事，就得找警察。同志，紧急情况要上报，我发现存在平行末世，而且那边存在丧尸围城现象，人类即将灭绝。那边守城装备全部失效，马上就要彻底沦陷。小姑娘，别胡思乱想了，末世丧尸都是虚构的，赶紧回家休息，别在这里开玩笑。富贵，现场演示。现在那边人类真的濒临灭绝，急需支援。报告，警局接到紧急情况，有市民声称平行世界存在丧尸围城，其宠物猫拥有跨时空传送能力。宠物猫以现场演示物品消失，请求上级指示。同志，请确认你所说的情况属实，我有实时监控，马上传给你们。情况属实，我马上为你转接战区首长专线。什么事？报告首长，富贵镇警局上报超常事件，一只猫能凭空吞掉物体，疑似跨时空传送，警局监控完整记录，已核审无减级。对方要求紧急支援，称另一世界人类正遭丧尸围城，濒临灭绝。监控传给我，通知警局原地待命，我亲自过去。是。调直升机去富贵镇。首长，这么晚，立刻执行。首长，末世情况危急，监控可以作假，我现场再让菊富贵演示一次，您亲眼确认。富贵，展示真正的能力。小姑娘，我亲眼所见你的特殊能力，但军中规矩森严，无特例可还。如果这一切是你策划的虚假闹剧，欺瞒军方，谎报重大军情，等待你的是军事法庭的严厉审判。在真相彻底核实，末世那边传来有效反馈之前，我们需要按规矩对你进行临时搜身，排除隐患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你需要随我们返回战区，入住军队专属单人间，严密监护，全程待命，直到我们确定跨时空传送真实有效，末世危机属实，一切定论方可解除。我明白，我只求能尽快支援末世，救下一城人。无异常。现在我正式授权你，动用战区储备战备。末世高阶丧尸已经超脱人类武力制衡范围，唯有高阶武器能实现降维破局。你是目前唯一拥有跨时空传送权限的人，传放出去的每一件装备，都是另一个世界人类的生机。放开操作，我全力支援。富贵，开始传送。富贵，你怎么样了？我们胜了！我们胜了！即刻拿下这三人！此三人战场未战必敌，推有党伤，渎职乱军，抓去给将军。将军，此三人为了保命，居然在大战中推有党伤。
你们可认罪？我认，我确实躲了，我认，我等认罚。你们以为认下战场之罪便能了事？我观你们神色闪躲，心中必藏更大祸心。若让我查出你们另有图谋，定斩不饶。来人，将3人严加看管。是。这次送达的都是高阶武器，你怎么会拥有这些？如此高阶的武器，普通人是根本不能获取的。苏婉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苏婉，你那边是不是出了意外？你还好吗？将军，这是今日城防修缮的进度和军械清点明细，请您过目。将军，陆征。你说什么？将军，您这2日心神不宁，可是担心恩人。这是今日的城防修缮进度，请您过目。放那儿吧，我没事，你先退下。徐富贵已经睡了2天，也不知道末世那边怎么样了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吧。富贵，你终于醒了，睡了整整2天，可把我担心坏了，还好你没事。富贵，你额头上这个红印是怎么回事？以前没见过呀。你还好吗？竟然通了，2天了，他没事，他一定没事。长官，这是末世传来的消息，请立刻上报首长。是。苏婉同志，首长请您去办公室面谈。苏婉，为确保是对方传来的，现需要你现在当场书写，让橘猫传送过去，然后等待接收情况。我要亲眼确认你说的末世是否真的存在。明白，首长，我即刻传信。富贵，传过去。2日时空断联，我终日忐忑难安，最怕时空反噬伤及你与居富贵。这边战局目前稳定，丧尸全数退回密林，暂时无进犯动向，但下次攻势只会更凶。我心中最大忧虑便是，你究竟是如何拿到这批高阶武器的？我万分担心你为了驰援，走上不法险途。我宁可不要，也不愿你为我们身陷险境，背负任何风险。首长，末世回信了。这是给你的。我现在确信你说的末世是真实存在的。其次，这批武器属于特批战备，来路特殊，层级极高，在旁人眼中的确疑点重重。往后你与末世传讯，无需隐瞒我方支援的事实，坦然告知即可，这样能打消对方顾虑，避免他终日挂心你的安危。将军，属下近日发现您与从前判若两人。往日您心无旁骛，唯念家国孤城，从无半分杂念，如今倒是日日守着项链失神，休得胡言。全军上下都看得清楚，从前的铁血将军，如今满心都是时空对面的姑娘。这份心思，您藏不住。专注城防，莫要闲谈打趣。属下明白。将军最近总对着项链发呆，你们看见没？看见了，听说是时空那边的姑娘给咱们送的物资。从前哪敢想将军也有儿女情长。哼，有牵挂才好，咱这孤城才有盼头。那边送来的武器真顶用，将军也不用一个人扛着了。这仗打得越来越有底气了。望满城，区区蝼蚁竟能逆势翻盘，坏我大业，此仇必报。我倒要看看
你们能嚣张多久？此番人类得外援加持，战力暴涨，贸然强攻只会白白损耗。全员听令，即刻整编归队，各司其职。从今日起，全军隐匿踪迹，禁止大规模出城暴露战力，对外装作溃败蛰伏假象，迷惑人类守军。待战力恢复，布局完善，便发动终极突袭，一举踏平望北城，屠戮所有人类。疾风引刺，望北城人类突然战力暴涨，必有不为人知的变数。你潜入窥探，摸清他们的物资来源及一切反常动向。是。望北城物资短缺，竟有人专门送餐进囚牢，此举反常，必有隐情。将军仁慈，暂时留你们性命。若再不安分，下场你们清楚。哼！别杀我！不要杀我们！饶命啊！我们愿意倾尽所知帮你。望百倍城城墙东西两处墙体老要旧，是全城最弱防线。夜里值守士兵轮换有半刻空档，还有粮草库房、军械仓库，全部紧靠南城内侧。主将陆征作息固定，每日午后会独自在议事厅处理军务。城内百姓集中住在东西两大居民区，人口密集，若是大范围发生事情，极易酿成大乱。很好，你们送来的情报价值不菲，暂且留你们性命，留在狮群之中听候差遣。既然城西和城东人口密集，便舍弃强攻，改用毒物，炼制无色无味、随风飘散的剧毒雾气，最好是人吸入后短时间内内脏衰败，快速毙命。不出一夜，整座望北城自生大乱。将军，那三人全数出逃。三人本就暗藏歹心，出逃后极有可能投靠丧尸。若他们将城中布防泄露给丧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将军，是否立刻派人追捕？不必分兵追搜，密林深处是丧尸地盘，贸然派人进去只会徒增伤亡，甚至中埋伏。传令下去，加强薄弱处的夜间值守，轮换空当必须填补。物资库和城内百姓区加强巡查，若那三人真投了敌，迟早会露出马脚。明白，我即刻去办。丧尸或许正在酝酿更大的阴谋。2名疾风各携带1只毒囊，分头赶往望北城城东、城外山林隐蔽待命，借夜风释放毒物。有东西！将军，东西两侧各出现自爆丧尸，毒囊破裂，剧毒黑雾已经大面积涌入东城、西城，吸入之人迅速昏厥中毒，伤亡正在快速增多。全城百姓所有士兵立刻舍弃东城、西城区域，全部向城中心区域紧急转移。若无法及时撤离，就近寻找密闭房屋暂时躲避。全员迅速向城中集结。富贵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这黑雾该不会有毒吧？百姓们都中招了，我们立刻去找首长，申请驰援。首长，末世突发重大毒气灾荒，急需救援。富贵，把望楼城现在的画面投射出来。这猫咪居然能识投异世界实景，闻所未闻。立刻抽调总院资深毒物研究的军医，让他火速来我办公室。只能粗略判断中毒表象，毒素成分无法100%确定，但可以先尝试做出解药。
大家熬过尸潮，拼死才保住性命，好不容易迎来安稳，却要葬送在毒雾之下。将军，你不能去啊！万一你也吸入，我们望陵城真的会守不住的。敌方派出自爆丧尸携载物偷袭，吸入后短短数分钟，咽喉干痒刺痛，紧跟着胸闷咳喘，体表皮肤逐步泛青发黑，半个时辰内失去行动能力。急需解毒药剂，全套防毒齐全。请过目。有精准临床病状描述就能锁定毒素配方，我即刻返回实验室带队调配专用解毒药剂。我的孙啊！浓度倍比。请。分批慢慢吞，不许超负荷伤到自己。所有人优先领取防毒面罩，立刻佩戴，隔绝残留毒物。林默，你带领剩余精战士兵，带上余下大批面罩，分头奔赴四面城墙，挨个给驻防哨兵配发，杜绝后续零星毒物伤人。是。谢谢。快带上。成功了！就按这个配比批量生产。啊！富贵，这些药水全靠你了。所有佩戴好面罩的士兵分组行动，挨家挨户分发解毒药水，昏迷伤者优先服用。是。慢慢喝，没事了。醒了，醒了。谢谢你们。没事了。这份恩情，我无以为报。谢谢。素未谋面，却数次共历生死。你一次次送来生机，护我一城军民，也牵动着我的心绪。此枚军牌伴我征战10载，是我此生最重之物，今赠于你，算作我一片赤诚心意。乱世求生本是奢望，可自与你相识，我竟开始期盼能有遥遥相望的安稳。将军此番是将最珍贵的信物送出去了？休要打趣，他数次舍利效助，这份心意理应回应。没想到我们还收到定情信物啦！收到军牌了，一次次并肩对抗危机，我也早已把远方的你放在心上。我这边世道安危，只愿你在乱世之中多加保重，平安有事。小小银铃送你，愿它能为你敲散烦摇，岁岁平安。两世相隔，心意互通，便是最好的缘分。辛苦你一下啦！喵！菊富贵，快点给我传过去！愿两边都能一直这般安稳。丧尸王息怒啊！毒物虽败，但我们知道望明城的死穴。他们所有的活路全拴在陆征脖子上那枚破项链上，千真万确。粮食、药品、大炮从来只往陆征脚边掉的。那项链就是个传送锚点，只要抢过来，望北城的外援就彻底断了。到时候他们没吃没喝没武器，咱们不用打，他们自己就饿死了。传我命令，召重甲巨书，率5000精锐尸潮即刻攻城，不惜一切代价撕碎陆征，抢项链。要是此失败了，你们3个知道下场的。全员戒备，丧尸来袭！所有人进入战斗位置。
手雷，炸了咱们都得玩完。这是丧尸在攻城，同志，快把最新的穿甲爆破弹、重型破障弹、高爆手雷、燃烧瓶全搬过来，末世丧尸攻城了！辛苦同志们了。富贵，这次都是硬家伙，但是时间紧急，等回去给你买1箱3文鱼夹心小鱼干，再加5盒猫条，好不好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回去就给你开罐头，让你吃个够。集中火力，打他左眼！所有人后撤！我们又活了下来。谁啊？大半夜开灯？手是神兽，名唤富贵，生于混沌初开，思时空平衡之责，沉睡于人间，待时空异动。浩劫降临时觉醒，修正天道，护佑净化苍生。原来你真的不是普通的橘猫，哼！你是手势神兽，我还以为你只是个只会吃了睡，睡了吃的饭桶呢。别睡了，别睡了，你可是手势神兽哎，能不能有点神兽的职业素养？快说说，除了吞东西和投屏，你还藏了什么本事没露出来？哇，新技能，这是什么？升级指传送门？啊？切，不还是传送东西吗？你早就会了啊！你是说这个漩涡能传活的？这里和这里必须连夜加固，丧尸下次肯定会重点进攻这些地方。还有，加派3倍暗哨盯着密林，防止他再偷袭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你是谁？怎么凭空出现在这里？哎呦喂，我的老腰！徐富贵，你个笨蛋，下次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？难道他是？别动手，别动手！我是苏婉，就是给你们送物资的那个苏婉。这活是徐富贵，就是帮我们传送物资的猫。林木，收到。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本来想试试菊富贵新技能，结果他失控了。不过正好，我也想亲眼看看望北城的情况。这个看着好高级啊，现代都还没有这种科技呢。这是末世前遗留的军事技术，如今全城只剩这一台还能运转，它能实时监测城外尸潮动向，是我们守城的依仗之一。我带你去看看如今城内情况吧。徐富贵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你真不去啊？我们赶紧去看看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走吧，老人家慢走，食物储备充足，不用着急。谢谢。那姑娘看着眼生，从来没在城里见过。听说咱们城里的物资都是这位姑娘送来的，难怪将军亲自陪着，有她在，咱们望平城就还有希望。能看到大家有口饭吃，我心里是开心的。可这里的日子实在太苦了，常年被丧尸围困，所有人都活在生死一线之间，想想就让人难受。10年围城，我们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。外面的尸潮暂时退了，但随时可能再回来。有我们在，一定不会再让他们踏进这里一步。好在有你支援，我们才能生存。能帮一点是一点。我现在打算先返回现代，大批量囤积物资，准备妥当之后再过来，让大家的日子能好过一些。往返耗费精力，还要承受时空波动的风险，你不必如此奔波。没关系，能帮上大家就值得。且菊富贵每次吞物资会难受，我不愿他再承受。时空漩涡开启，我能帮他。我们先回议事厅吧，
富贵，醒醒，回去了。陆征，我先走了，我会再过来的。你和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。静候你的归来。奶奶慢点，衣服拿好，天冷多穿些。好孩子，辛苦啦，喝口水，吃点东西。谢谢。将军，不好了，丧尸林暴动，这里太危险，你立刻带着菊富贵返回现代。菊富贵现在能传送人往返，既然可以送人，那一定也能传送更多人。我回现代去找援军，望北城兵力死守撑不了多久。跨时空太兵风险极大，现代的军队愿意奔赴这片未知的战场吗？首长曾说过，保卫人类不分时空，一旦这里沦陷，丧尸们可能会顺着通道入侵其他地方。富贵，带我回去。所有士兵立刻到演武场集合，百姓们速去城中坚固房屋躲藏，不得延误。首长，末世情况10万火急，丧尸可能要全力攻打望北城了。城内士兵大多有伤在身，估计最多只能坚守3天。你来办公室一趟，把所有细节说清楚。是，我马上到。各位长官好，你反映的情况我跟他们说了，跨时空出兵，无先例可循，将士要面对未知危险，甚至可能牺牲。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。末世时空的人类在孤军奋战，死守最后一片家园。如今他们身陷绝境，而我们身穿这身服装，就是为了保护人民。哪怕前路未知，伤亡难料，我们也要挺身而出。我赞同出兵，抛开时空之别，大家都是同胞，绝不能让丧尸祸乱世界。即刻撤掉战区精锐加强营，配齐先进武器、弹药、医疗物资与后勤补给，由你带队。所有参战人员自愿报名，绝不强迫。是，我等义不容辞。认证！同志们，我们即将奔赴末世战场，那里有跟我一样的人类同胞正在挣扎求生。那里的丧尸一旦打通时空通道，我们的家园也会遭遇浩劫。愿意为人类大义出征的，向前一步！愿赴战场，守护同胞！全体队友去领取装备，15分钟后回到这里集合。是。富贵，等会儿要多传送几批人，战事结束给你开10个罐头。第一小队出发。报告，已抵达，继续传送。辛苦了，富贵。来了，援军来了！我是张磊，我部奉命前来支援，人类命运与共，我们并肩作战。我是望北城守城将陆征，代表望北城感谢你们的支援。人类命运与共，并肩作战。你看，我把救兵带来了，他们不是为了我，也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所有人类。我知道，谢谢你，也谢谢你们的大义。苏姑娘，后方搭建了临时救援点，那里比较安全，也有地方休息，你要过去吗？闪谷是狮朝进攻必经之路，两侧山势陡峭，易守难攻，主力布防在此，扼住咽喉。我部配备全自动步枪、火箭筒、主战坦克、远程自行火炮。陆将军麾下现在也有同等装备。两军即刻开拔，奔赴峡谷阵地。是。
睡吧，好好休息。等你醒了，估计仗也打完了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有伤员！又来几个？什么情况？峡谷北侧3号监视哨，我们蹲在崖壁上盯异常群体动向，结果变异活物从岩壁背面绕上来，太快了，根本来不及反应。张兄弟他们几个为了掩护大家撤退，被变异活物抓了。抓伤，毒素已经入血了，抗生素、血清、止血带，快！碘伏、绷带。没事了，回到后方了，我们会救你的。让开！让开！东侧警戒组毒物突袭，全员进入战斗位置，远程火力单位，目标峡谷入口，自由开火。陆征，停止射击，自由猎杀。稳住，放！第二组补枪。营长，在巨石残骸里发现了这个顾衍。当年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殉难了，如此看来，丧尸病毒根本不是天灾，而是实验意外。富贵，你什么时候醒啊？外面还在打仗，伤员一个接一个送回来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也担心那边的情况。喝口水吧，今天你帮了大忙。谢谢。还没醒？徐氏累狠了，让他睡吧。今晚应该不会有大战，丧尸那边也退了，估摸着要明天才见分晓。顾衍，10年了，我该早点发现的。将军，暗哨传来消息，密林深处黑雾浓度还在暴涨，丧尸的力量仍在攀升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分2批轮休，保证兵力时刻在岗，弹药清点完毕离上报，让张营长来指挥部，我们重新部署防线。是。这是富贵，你醒了。陈医生，这里先拜托你了，我得去前面。放心去吧，这里我盯着。他们就镇定2线阵地。呼叫后方，我们上线毒防不住，伤亡在扩大。后方救援点已经在准备了，但伤员太多，忙不过来。开火，打散他！毒物能透过皮肤，快后撤！注意，不要乱！毒物持续不了多久，既然放毒，接下来就是尸潮冲锋。毒被挡住了！富贵，是否需要帮忙？难道这是铠甲变身？苏婉，净化之力，这不可能！你的力量居然能净化我的毒物！顾衍，停手吧！既然知道我是谁，那你也该清楚当年我是怎么死的。你让我停手，当年你亲手封死实验室，把我扔在里面自生自灭的时候，怎么没停手？你知道我在里面经历了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当时病毒已经泄露，整座城数10万百姓，我必须做出选择。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！你为了你的名声，亲手葬送了你的兄弟。你恨了他10年，他也肯定痛苦了10年。你停手吧。不，我回不去了。多年征战，我手上沾满鲜血，早已没有回头路了。所有人联手御敌！陆
者，我猜那些丧尸在我死了之后应该会慢慢消亡。抱歉，这些年给望伟城带来的灾难。好，10年了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张营长，没有苏婉和你们跨越时空支援，望北城撑不到今天。我陆征以及全城百姓永世不忘。陆将军，这话就见外了。人类命运休戚与共，你们守了10年孤城，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你们让北斗城的做事意见配合。愿世间战火彻底落幕，山河重归安宁。